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哦，这是关于一位大陆姑娘小薇的故事，一个麻醉科医生，一个医学天才，但现在却面临着职业生涯的危机，还有着高额赔偿的压力。她决定打包行李来台湾相亲，希望能找个有钱的台湾男人解决自己的困境。这事儿听起来像不像一出狗血剧？但我告诉你们，现实有时候比电视剧还精彩呢。小薇今年25岁，是北京某3甲医院的麻醉科医生。别看年纪轻轻，她可是真正的天才，本科保送协和医学院，研究生期间发表多篇 SAI 论文，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北京顶尖医院工作。她的手法精准得像机器人，同事们都说他点石成金，无论多么复杂的手术，只要是他负责麻醉，大家都能安心。丽姐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才想到这个办法的。小薇坐在我面前，眼睛红红的，声音还有些发抖。说说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递给她一杯热茶，安抚着这个看起来备受打击的姑娘。原来3个月前，小薇参与了一台高难度心脏手术的麻醉工作。手术本身非常成功，但术后患者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，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。虽然医院的调查显示这是一起不可预见的医疗事故，与麻醉操作本身并无直接关系，但患者家属不依不饶，坚持认为是麻醉问题导致的悲剧，要求高额赔偿，并提起了医疗诉讼。医院让我停职接受调查，我现在只能在一家小诊所打零工，收入连房租都付不起。如果官司输了，我可能要赔上100万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小薇说着说着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我能理解她的无奈，在大陆，医患关系一直都是个敏感话题，一旦出了医疗事故，无论责任如何，医生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。特别是像小薇这样年轻的女医生，更容易被认为是经验不足、操作失误。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来台湾相亲呢？我有些好奇地问道。我表姐前年嫁给了一个台湾商人，现在生活得很幸福。她说台湾男人比大陆男人更体贴，更尊重女性，而且台湾的医疗环境也比大陆好。如果我能嫁到台湾，不仅能解决现在的经济困境，还能继续我的医生职业。小薇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期待。说实话，听到这番话，我心里是有些不舒服的。虽然我是做婚恋服务的，但我始终认为婚姻应该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，而不是把对方当成解决问题的工具。不过，看着小薇那双充满期待又带着绝望的眼睛，我还是决定帮她一把。小薇啊，你对台湾了解多少？你知道台湾和大陆在文化、生活习惯上有很多不同吗？我试探性地问道。不太了解，就听表姐说了一些。她说台湾很富裕，男人都很有钱。小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这就是问题所在了。许多大陆姑娘对台湾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刻板印象，宝岛台湾，经济发达，人人富裕。殊不知，现在的台湾早已不是那个亚洲4小龙的领头羊了。年轻人面临的低薪、高房价问题一点不比大陆轻松。小薇，我先给你纠正一个观念，现在的台湾并不是人人都很有钱，普通上班族的工资水平其实和大陆1线城市差不多，甚至有些行业还不如大陆。真正富裕的只是少数人。小薇明显愣了一下，真的吗？我表姐说她老公在台北有好几套房子呢。那是因为你表姐嫁的是个事业有成的商人，而不是因为他是台湾人。我笑着解释道，就像大陆一样，台湾也有贫富差距，你不能用个例来代表整体情况。我接着给小薇介绍了一些台湾的实际情况。台湾的确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，比如医疗制度相对完善，全民健保覆盖率高，社会更加包容开放，公共设施和服务意识也比大陆好。但同时，台湾年轻人也面临着5缺问题，缺钱、缺时间、缺睡眠、缺自由、缺未来。所以别抱着嫁到台湾就能过上富裕生活的幻想。小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丽姐，但我还是想试一试，至少在台湾我可以重新开始，不用背负这么大的心理压力。看着小薇坚定的眼神，我决定帮她安排几场相亲。在我的红娘生涯中，我见过太多因为各种原因而走到一起的情侣，有些最初抱着功利的心态，
却在相处中真正爱上了对方，也有些一开始海誓山盟，最后却分道扬镳。感情这东西真的很难说。来自台湾的相亲对象们经过精心筛选，我为小薇安排了3位台湾男士。第一位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阿佳，今年32岁，收入稳定，性格温和。第二位是高雄的一名医院管理人员阿伟，38岁，离过1次婚，没有孩子，家境不错。第三位是台中的企业老板陈总，45岁，事业有成，育有1子1女，正在寻找能照顾家庭的伴侣。丽姐，这3位我都可以见见，但我比较倾向于陈总。小薇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，为什么？我明知故问，因为他最有钱啊。小薇笑着说，开玩笑啦，主要是他在医疗相关行业，我们可能有共同话题，而且他年纪大一点，应该更稳重可靠。看着小薇那不太高明的伪装，我心里有些无奈。其实我很理解她现在的处境，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，谁都会想找个靠山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提醒她，小薇，相亲是为了找对象，不是为了找提款机。如果你只看重对方的财富，那这段关系很难长久。我知道，丽姐，我会慢慢了解他们的，不会草率决定的。小薇认真的点点头。就这样，小薇开始了她的台湾相亲之旅。第一个见面的是阿佳，他们约在一家小有名气的茶餐厅，我作为红娘也一同前往。阿佳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，干净利落，一看就是个顾家的好男人。你好，小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阿佳用温柔的台湾腔说道，声音软软的，让人莫名有种安全感。你好，阿佳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小薇礼貌的回应，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兴致并不高。聊天中，阿佳主要讲了自己的工作和兴趣爱好。他是个典型的工科男生，话不多，但字字有实际内容。当他得知小薇是麻醉科医生时，眼睛明显亮了起来。哇，医生也真的很厉害。阿佳由衷的赞叹道，我姐姐也是医生，所以我知道这行真的很辛苦。小薇微微一笑，是啊，医生这一行确实很辛苦，但也很有成就感。那你为什么想来台湾发展呢？大陆的医疗条件现在也很好啊。阿佳好奇地问道。这个问题明显让小薇有些尴尬，她支支吾吾地回答，就是想换个环境，体验不同的生活。阿佳似乎没有注意到小薇的不自在，继续说道，台湾的医疗环境确实不错，但薪资可能比不上大陆1线城市。我表哥就是上海的医生，收入比台北同级别医院的医生高多了。是吗？我以为台湾的收入水平会更高呢。小薇有些惊讶。那是以前啦，阿佳笑着解释，现在台湾的经济增长放缓，年轻人工资普遍不高，特别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起薪只有2-3万新台币，在台北这种房价高的城市，根本住不起像样的房子。小薇听后，脸上的表情明显变得有些失落。见面结束后，我问小薇对阿佳的印象如何，人挺好的，很温柔，也很真诚。但是小薇犹豫了一下，感觉她的条件一般，可能帮不了我解决现在的问题。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小薇，找对象不是找救星，你这种想法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丽姐，但现在我真的很需要经济上的支持。小薇眼圈又红了，看着她这样，我也不忍心再多说什么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。我作为红娘，只能提供建议，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他手中。第二个见面的是阿伟，和阿佳不同，阿伟穿着名牌西装，戴着昂贵的手表，一看就是个精致的都市男性，久仰大名，小薇医生。阿伟握着小薇的手说道，那种自信和成熟立刻让小薇眼前一亮。哪里，阿伟先生过奖了。小薇难得的有些腼腆，两人聊得很开心。特别是在谈到医院管理和医疗制度时，小薇展现出了专业人士的深度见解，这明显让阿伟很欣赏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确实比大陆更加完善，但也面临着可持续性的挑战。小薇分析道。没错，阿伟赞同的点点头。健保给了民众很好的医疗保障，但也导致了一些问题，比如医生的薪资偏低，工作量大，医患关系也不总是那么融洽。在大陆也是这样，小薇接着说，医患关系甚至更紧张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投诉甚至暴力事件，所以你才想来台湾？阿伟敏锐地问道。小薇犹豫了一下，
还是决定坦白，其实我在大陆遇到了一些职业上的麻烦，正在被调查，也面临着赔偿压力。我想在台湾重新开始。阿伟听后，表情变得有些复杂，但还是礼貌地继续聊天。只是之后的交流明显没有之前那么热烈了。分别时，阿伟对小薇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你是个很专业的医生，希望你在台湾能有更好的发展。”虽然话说得客气，但我和小薇都能感觉到阿伟的热情明显退了几分。我是不是不该告诉他实情？回去的路上，小薇有些沮丧地问我：“诚实总是好的。”我安慰她：“如果连这点坦诚都不能接受，那也不是适合你的人。”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小薇叹了口气，他懂医疗，谈吐又很得体，感觉我们很合拍。别急，还有陈总呢。我拍拍他的肩膀。不过小薇，我想提醒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丽姐。来台湾相亲的大陆女孩不少，很多人都抱着嫁入豪门的想法，这让一些台湾男性对大陆女孩产生了刻板印象，认为她们都是冲着钱来的。阿伟可能就是担心这一点。小薇沉默了一会儿，但我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，谁说不是呢？我笑了笑，找对象考虑经济条件很正常，台湾女孩也一样，关键是你不能把这作为唯一标准，否则就算嫁过来了，也未必幸福。第三个见面的是陈总，和前两位相比，陈总明显更显成熟稳重，他开着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来接我们，身上穿着定制西装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成功人士的气场。你好，小薇，久闻大名。陈总微笑着说道，声音低沉有力。陈总您好，哪里，您过奖了。小薇显得有些拘谨，但眼神中的欣喜怎么也掩饰不住。我们去了台北一家米其林餐厅，据说普通人要提前1个月预约才有可能吃到。陈总显然是这里的常客，服务员都认识他，热情地招呼着。小薇是麻醉科医生，技术非常过硬。我向陈总介绍道，麻醉科，太巧了，我们公司正好是做医疗设备的，主要产品之一就是麻醉机。陈总眼睛一亮，有空可以来我们公司参观，给我们提意见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小薇惊喜地说。我其实一直对麻醉技术的发展很感兴趣，特别是人工智能辅助麻醉系统。话题一下子变得专业起来，两人聊得热火朝天，我几乎插不上话。陈总不仅在商业上成功，对医疗领域的了解也相当深入，这明显让小薇很惊讶。没想到陈总对麻醉技术这么了解。小薇由衷地赞叹道，做生意嘛，了解用户需求是基本功。陈总谦虚地说，不过比起技术，我更关心人。小薇，你为什么想来台湾发展呢？面对这个问题，小薇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决定实话实说。她把医疗事故、停职调查、面临赔偿的事情都告诉了陈总。我知道这样很功利，但我确实需要经济上的支持才能度过这个难关。小薇坦诚地说，如果您觉得我这人太现实，我完全理解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陈总听完后不仅没有表现出反感，反而更加感兴趣了。你的坦诚我很欣赏。陈总点点头，比起那些装模作样说什么为爱而来的大陆女孩，你至少是真实的。真的吗？您不觉得我很功利？小薇有些不可思议。功利有什么不好？陈总笑着说，男人找女人看重年轻貌美，女人找男人看重财富地位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只要双方都坦诚相待，各取所需，何必装得那么清高？这番话让小薇陷入了思考。她一直为自己的功利目的感到有些羞愧，没想到陈总会这么直接地表示理解和接受。那您能接受我的过去吗？我是说，那个医疗事故。小薇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这有什么好纠结的？陈总大手一挥，医疗事故每个医生都可能遇到，只要不是你的重大失误，完全不是问题。说不定我还能帮你解决这个麻烦呢。听到这里，小薇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真的吗？当然，陈总自信满满地说，我在台湾有些人脉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联系台湾的医院，安排你来这边工作。至于大陆那边的赔偿问题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可以帮你搞定。这番话简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小薇激动得差点流下眼泪。陈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。不用谢。
陈总微笑着说，只要你以后能好好照顾我和我的孩子就行。回去的路上，小薇兴奋地对我说，丽姐，我感觉陈总就是我的命中注定，他不仅不介意我的过去，还愿意帮我解决问题，而且他对医疗行业这么了解，我们有共同语言。看着小薇喜形于色的样子，我心里却升起一丝疑虑。陈总表现得太过完美，对小薇的困境接受得太快，这不太符合常理。但我没有立刻泼冷水，只是提醒他别急着做决定，多了解一下再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总频繁约小薇出去，每次见面都是高档餐厅、奢侈品店。陈总出手阔绰，甚至送了小薇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作为见面礼。小薇被这样的热情和大方冲昏了头脑，完全沉浸在了嫁入豪门的美梦中。丽姐，陈总说他已经找人联系好了台北的一家私立医院，等我们结婚后就可以安排我去那里工作。小薇兴高采烈地告诉我，这么快就谈到结婚了，我有些惊讶，你们才认识不到2周啊，缘分这种事讲究的就是一见钟情啊。小薇笑着说，而且我们真的很合拍，无论是专业上还是生活上，我欲言又止。作为红娘，我见过太多因为一见钟情而匆忙结合，最后却痛苦分离的案例。但小薇现在显然听不进任何劝告，她已经被陈总的承诺和阔绰完全征服了。就在我担忧之际，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这个美好的幻境。丽姐，是我，阿伟。电话那头传来阿伟急促的声音，我有事要跟你说，关于陈总的。陈总，你认识他？我有些惊讶，台北商圈就这么大，大家多少都有些交集。阿伟说，我刚刚从朋友那里听说，陈总最近在物色大陆女孩，说是要结婚，但实际上是为了他的生意。什么生意？我心里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。他的公司最近资金链出了问题，急需一大笔钱救急。他打算找个大陆女孩假结婚，然后利用对方的钱解决危机。阿伟的声音很严肃，我不确定小薇是不是他的目标，但你最好提醒他小心一点。放下电话，我的心情变得极其复杂。一方面，我不确定阿伟的消息是否属实；另一方面，陈总的种种表现确实有些过于完美，让人生疑。我决定先做些调查，通过一些台湾的朋友，我了解到陈总的公司确实存在财务问题，而且他过去有过几段短暂的婚姻，每次都是在获取了对方的财产后迅速离婚。这些信息让我不寒而栗。小薇，我们得谈谈。我严肃地对小薇说，关于陈总，我发现了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小薇一脸困惑。我把调查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并建议他暂停与陈总的关系，直到确认真相。不可能！小薇激动地反驳道，陈总对我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是骗子？一定是有人嫉妒我们的幸福。小薇，你冷静点想想。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，你们认识才2周，他就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承诺帮你解决所有问题，这正常吗？那是因为他真的喜欢我。小薇固执地说，那你想过没有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？就因为你年轻漂亮，还是因为你告诉他你有经济困难，急需他的帮助？我直言不讳地问道。这个问题显然戳中了小薇的痛处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小声说，你的意思是他看中了我的弱点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只是希望你多思考一下，不要被表面的热情和承诺冲昏头脑。小薇陷入了沉思，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个艰难的抉择，一方面是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，另一方面则是可能的圈套和骗局。我需要时间想想。小薇最终说道。就在这天晚上，陈总突然打电话给小薇，说有急事要见面，我坚持陪他一起去。小薇虽然有些犹豫，但最终同意了。我们在一家咖啡厅见面，陈总看起来有些紧张，见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。小薇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陈总兴奋地说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登记结婚，然后立刻办理你来台湾的居留手续。这么快？小薇惊讶地问。当然了，越快越好啊。陈总说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需要你先转一笔钱给我，大概50万人民币，用来处理你在大陆的那个医疗事故。我有个朋友在大陆很有关系，可以帮你摆平这件事。听到这里，我和小薇对视了一眼，
我在他眼中看到了恍然大悟的神情。陈总，小薇慢慢地说，我想知道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这陈总明显没料到这个问题，支吾了一下才说，当然是喜欢你的年轻美丽，还有你的专业能力啊。那我在大陆的麻烦，你真的能帮我解决吗？小薇继续问道。当然可以。陈总信誓旦旦地说，只要你信任我，把钱转给我，我保证帮你搞定一切。陈总，我忍不住插话，如果你真的有能力帮小薇解决问题，为什么需要她先转钱给你？以你的财力，垫付这点钱应该不是问题吧？陈总的表情变得有些难看，这是为了表示小薇的诚意，而且我最近公司资金周转有些问题，所以你急着跟我结婚是为了我的钱？小薇直接问道。不是的，小薇，你误会了。陈总慌忙解释，但脸上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。陈总，小薇平静地说，感谢你这几天的款待，但我想我们不合适。陈总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想解决你在大陆的麻烦了吗？我的麻烦我自己会解决，不需要靠出卖自己的婚姻。小薇坚定地说。哼，装什么清高？陈总突然变了脸，你不就是冲着我的钱来的吗？现在又摆出一副高尚的样子。是，我确实考虑过你的经济条件，小薇承认道，但我没想过用欺骗的方式获取你的财富，而你呢，打着真爱的幌子，实际上却是想骗我的钱。陈总无言以对，恼羞成怒地离开了咖啡厅。这场闹剧结束后，小薇变得沉默寡言。她不仅对自己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，也对整个相亲过程感到心灰意冷。丽姐，我想我还是回大陆吧。小薇对我说，面对自己犯的错误，总比逃避要好。别急着做决定，我劝她，既然已经来了台湾，为什么不多看看，多了解一下呢？就在这时，阿佳打来电话，问小薇是否愿意一起去参加一个医疗器械展览会。小薇犹豫了一下，在我的鼓励下，最终答应了。展览会上，小薇的专业知识让阿佳刮目相看，他们一起参观了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，交流了很多专业见解。阿佳虽然不是医生，但他在科技公司工作，对医疗器械的技术原理有很深的了解。小薇，我其实一直有个想法。阿佳在展览会结束后对他说，我们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新型医疗设备，主要用于麻醉过程中的监测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加入我们的顾问团队，提供专业意见。真的吗？小薇惊讶地问。但我现在的身份没关系，阿佳笑着说，这只是兼职顾问，不需要特殊的工作许可，而且以你的专业水平，相信很快就能在台湾的医院找到工作。这个意外的机会让小薇看到了希望，她开始认真考虑在台湾发展的可能性，不再执着于通过婚姻解决问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薇和阿佳的关系也逐渐升温。阿佳虽然不像陈总那样阔绰，但他的真诚和关心却让小薇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小薇，我知道你来台湾是为了解决问题。有一天，阿佳认真地对他说，但我希望你能考虑留下来，不是因为任何功利的原因，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这番话让小薇红了脸。阿佳，我其实也很喜欢你，但我不想让我的麻烦成为你的负担。什么负担不负担的？阿佳笑着说，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，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一起面对。就这样，小薇决定留在台湾，一方面通过兼职顾问的工作积累经验和人脉，另一方面也在阿佳的帮助下慢慢融入台湾社会。至于大陆的医疗事故，他最终选择了面对。在阿佳的建议下，他聘请了专业的医疗律师，准备回大陆应诉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至少我没有逃避。小薇对我说，眼神中充满了坚定。几个月后，小薇的案子终于有了结果。通过律师的努力，法院认定这是一起不可预见的医疗事故。虽然小薇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，但金额远低于预期，而且不会影响她的医师资格。丽姐，谢谢你。小薇紧紧握住我的手。如果不是你让我看清陈总的真面目，我可能已经陷入更大的麻烦了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作为红娘应该做的。我笑着说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成长了。是啊，小薇感慨地说，我一开始以为嫁给有钱的台湾男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结果差点上了骗子的当。现在才明白，逃避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只有勇敢面对，才能获得真正的新生。
而且你还意外收获了真爱。我调侃道，阿佳是个好男人，你们很般配。小薇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。是啊，他虽然不是什么富豪，但他的真诚和支持比什么都珍贵。看着小薇和阿佳幸福的样子，我感到由衷的欣慰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因为物质而结合，又因为物质而分离的婚姻。小薇的故事告诉我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对方有多少财富，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愿意携手共度难关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正在寻找真爱的你一些启发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